小人们别跑！薄金岩这小子中了情蛊，他这一辈子只能认定一个女人，否则他就会毒发身亡。还想跑？三爷安排的人已经等着了，要不了多久，他就会成为三爷手里的傀儡。你是谁？不想死就闭嘴。这小子中了药，跑不远，继续找。好舒服啊！这可是你自找的。不行，我会对你负责的。据悉，乔氏集团千金乔安私生活混乱，与神秘男人酒店共度一夜。因为这件事情，现在这些合作方又吵着要解除合同，你把我这老脸都给丢尽了。本来想给你下点药，生米煮成熟饭，结果让你跟野男人跑了。为了乔家的财产，戴个绿帽子又算什么？董事长，夫人，我有一个办法，只要发布声明说那天晚上的男人是我和大小姐结婚，名声就能保住。我都已经怀孕了，你还愿意娶我吗？大小姐，我其实一直都喜欢你，如果你想留下那个孩子，我会将他视如己出。好，我们结婚。妈咪，我来帮你。慢点，慢点。浩浩，疼不疼？你这个有妈生没爹养的小野种，别在这碍事儿。妈，浩浩还是孩子，你怎么能打他呢？他吃了我家这么多年白饭，怎么就不能打了？不想挨打，就赶快给丽娜去断洗脚水。来，丽娜，吃个葡萄。谢谢姑姑。哎呀，肚子太大了，腰弯不下去啊！没听到我侄女说话吗？还不赶快给她洗脚！妈，我才是你儿媳妇，你让我给她一个外人洗脚，这像话吗？老婆，我妈一个人把我拉扯大不容易，丽娜是我表妹，还怀着孕呢，你就多忍忍。老公，你怎么呢？当年一夜情，跟个野男人搞大了肚子，要不是我儿子接盘，你早就被人拉去沉塘了。你要是今天不给丽娜洗脚，我就打死这个小野种！妈，你别打她，我洗。妈咪，好不疼，你不要给这个坏女人洗脚。哎呀，我突然脚滑了一下。周丽娜，你别太……敢在陆家大呼小叫，你以为你还是乔家大小姐吗？这点小事也要惹妈生气，你真是越来越不懂事了。走。都是妈咪不好，是妈咪连累你了。每当发现一个新的星星，就给它编上一个号码作为它的名字，例如325小行星。怎么这么烫？妈咪，我好难受。好乖，妈咪现在去找爹地，让他送你去医院。亲爱的，你到底还要让我等多久啊？宝贝，乔氏最重要的隐藏股份和金库钥匙还在乔安手里，我只有拿到这2样，才能名正言顺地继承乔氏。你呀，就再忍忍。我等得了，可我们的儿子等不了啊！你该不会是爱上乔安了吧？我怎么可能看得上乔安这种荡子呢？我根本就没碰过他。你放心，我给那个蠢货下的慢性毒药就快发作了，等他毒发身亡，你就是名副其实的乔氏总裁夫人。陆明哲，这些年我对你仁至义尽，没想到你竟然想杀了我。谁？妈咪，我们这是要去哪儿？浩浩别怕，妈咪在呢。把他给我拦住！陆明哲，
看在我们这么多年的夫妻情分上，我把东西给你，你放过我跟浩浩。乔安，乔氏集团我就收下了，你和这个小野种就安心上路吧。妈咪救我！妈咪！是做噩梦了吗？浩浩保护你，帮你打跑小怪兽。浩浩，你没事就好。据悉，乔氏集团总裁乔安已昏迷数日，其丈夫陆明洲将在今日召开董事会，宣布接任乔氏总裁。我重生回1年前了。陆明洲，前世你辱我、伤我、杀我，最后连浩浩都被你残害致死。重来一世，我要你血债血偿。陆总交代了，董事会召开期间必须好好盯着乔安。浩浩，妈妈现在要去拿回属于自己的东西，你乖乖等我回来，好吗？妈咪呀，乖乖的。追！나의 두 눈을 감으며 떠오르는 그 알감초 자꾸 가슴이 시려서 잊혀지길 바랬어。我刚才敢这样接近我的女人，你还是第一个。我说这位先生，你做人还是不要太自恋了吧。这张卡里有50万，算是赔你这个吻了，多的算是报答救命之恩。大少，您这是对女人过敏的，这一碰就会起红疹子。可刚才这女孩碰了您，您竟然没事。我不仅没有起红疹，甚至还缓解了我体内的毒性。1分钟之内，我要知道她所有信息。各位，医生说乔安病情复杂，暂时没有苏醒的可能。我身为乔安的丈夫，由我接任乔氏总裁一职，最为合适。乔氏一直都是陆总在统筹，接任总裁也算是合理吧。可是乔氏从来没有外人做总裁的先例。陆总是乔家的女婿，应该不算外人吧？明州哥哥做出这个决定，也是为了公司的利益着想。嫂子就算知道了，肯定也会同意的。请大家举手表决吧。好，票数过半，我宣布，即日起，我将出任乔氏集团总。慢着，乔氏总裁的位置可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随便坐的。乔安，你怎么来了？怎么，看到我好端端站在这儿，很失望？哎，老婆，医生说你是因为神经功能障碍才昏迷的，不适合再担任总裁了。我这么做也是为了帮你分忧啊。谁说我神经功能障碍了？各位，这一份是我的体检报告，指标一切正常，可以履职。乔总恢复健康，可喜可贺。乔氏总裁还得是姓乔，才名正言顺。乔安，你别以为你拿份假的报告就可以在这里蒙混过关了。各位，我手里这份才是真正的报告。医生诊断乔安大脑神经受损，严重影响认知判断，根本不适合再继任总裁。老婆，你为什么要伪造报告呢？你就算不为自己的身体着想，也该想想公司利益吧。乔总，你得给我们一个解释啊！你连基本的认知和判断都受影响，我们怎么能相信你管好公司？为了私欲置公司股东利益而不顾，这样的人根本就不适合做总裁。既然大家对我的检查结果有异议，那不如请医生来现场为我检查。如果我伪造了报告，我主动辞职，检查就会揭穿他给我下毒，不检查就只能承认我的报告是真的。陆明洲，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不行。表哥，你干什么？他那份明明就是……闭嘴，老婆，我相信你手里的报告肯定是真的。丽娜年纪小，不懂事儿，胡说八道。你一个当嫂子的，别这么斤斤计较。跟我玩道德绑架啊？你配吗？
他剩下嘴皮子一动，我差点就被认定成精神病，这是一句年纪小不懂事就能原谅的吗？过来，还不赶紧给你嫂子跪下道歉！让我给他道歉，我不如死了算了。你连我的话都不听了？你要是敢坏了我的事，别怪我翻脸无情。表嫂，我知道错了，你原谅我吧。我已经道过歉了，你凭什么打我？你做错了事就应该道歉，但谁说你道了歉我就该原谅你呢？你敢耍我？你私自调查我的体检报告，严重侵犯我的个人隐私，光凭这一点，我就可以把你送进监狱。以后你们谁要是再敢在公司造谣生事，就别怪我不留情面。老婆，丽娜都道歉了，为这点小事闹得公司鸡犬不宁，不值得。你才刚刚痊愈，还是先回去休息吧。公司的事情就让我来打理。来人，送夫人回去。这是乔氏集团，你们要知道谁才是你们老板。我今天就把话放在这儿，谁要是想要乔氏总裁这个位置，可以跪下磕头认我当妈，改姓乔。乔安，你小女人脾气耍够了没有？这里是公司，不是你胡闹的地方。你要是还当我是你老公，就听我的话，赶紧给我滚回去。你没有镜子总有尿吧？好好照照你算个什么东西。我高兴你才能站在这儿，我要是不高兴，你不过就是我乔安养的一条狗而已。陆总软饭硬吃的本事还真是让人大开眼界。他怎么还追到这儿来了？你谁呀？这里是乔氏，谁放你进来的？鄙人我禁言。鄙人我禁言。是江城第一世家的薄家，他为了薄家家主的位置，把他亲叔叔都弄破产啊！这种活要来我们乔氏做什么？我刚刚收购了乔氏10%的股份，参加董事会够用了吧？当然够，我是乔氏总裁乔安，初次见面，幸会。我对这个女人竟然真的不过敏，看来乔总的记性还真是不太好啊。我大嫂，刚才在车上是我错了，我向你道歉，但是今天我必须收回乔氏，你能不能高抬贵手啊？表嫂，既然薄大少爷来了，那我们就别耽误他们男人谈正事儿了，我们先回家吧。我身为乔氏总裁，有权参加董事会，倒是你既没有股份也没有职务，你一个外人凭什么在这儿？来人，把他给我拖出去。乔安，就算刚刚丽娜得罪过你，你这么做是不是太不讲人情了？什么时候乔氏也成了讲人情的地方了？陆明舟，你要是心疼他，你可以跟他一起滚，回家好好讲情分。乔总，我的时间很宝贵，就别浪费时间在这些人身上了。现在进入正题，我宣布，从今天开始，乔氏集团所有事务由我全权接管，浅水湾项目由我亲自负责。乔安，我是项目部经理，浅水湾一直是我在跟进，你凭什么插手？哦，对了，差点忘了告诉你，从明天开始，你去后勤部报道。还有谁有异议？没有。既然如此，那就散会吧。这个女人还真是有趣。明舟哥哥，乔安那个贱人以前不是对你言听计从的吗？怎么突然跟变了个人一样？是不是他发现你下毒的事儿了？不可能，这件事情是我亲自办的，他绝对不可能发现。他这么做，该不会是想把我们从乔氏踢出去，独吞乔氏吧？我筹谋了5年，乔氏必须是我的。吩咐下去，今晚在皇朝 KTV 为乔安举办大谢宴，所有员工必须参加。看来是场鸿门宴。老婆，你看，大家都是来庆祝你痊愈出院的，我们一起跟大家喝一个吧。各位，我大病初愈，今天呢就以水代酒，大家不会介意吧？乔总说的对，还是身体最重要。曹总，我敬你一杯。
是谁有问题？就知道你不会喝我们给你准备的东西，所以药啊是下在杯子里的。老婆，你身体不舒服，我扶你去休息。大家玩得开心，全场消费我买单。不要去了。这份婚前协议还记得吧？上面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一旦你出轨，你就得净身出户。你想干什么？这3个可是我精挑细选出来的，艾滋梅毒应有尽有，你就好好享受吧。陆明舟，你混蛋！哦，对了，别玩死了。好久没玩过这么漂亮的妞了，我都有些迫不及待了。我的天哪！这是犯法，你就不怕我报警吗？我劝你老实点啊，这样的话，我们一会儿还能让你爽一些。我是强势动态，我身价千亿，他给你们多少，我出双倍。老大，这娘们好呀，真是瞧着。怎么先把他的钱弄到手，我之后再管那个老总要钱。你们是不是真的？哎呦，老大你流血了！血呀！你在干啥呀？血呀！喂？什么？人不见了？还不赶紧给我去找！元哥，我研制的药物暂时只能抑制你体内的毒性，想要彻底解毒啊，还是找到我们原先下药的。这自从三爷破产入狱之后，当初那些人要么隐姓埋名，要么潜逃出国，吵起来不等于大海捞针吗？吩咐下去，若是1个月之内还查不到线索，就不用再继续留在博士了。是。今天就是决定3尺，也要把乔安这个贱人给我找出来！罗大少，我被人下了药，你能不能带我去医院？乔总，投怀送抱的把戏玩多了，可是会玩火自焚的。你干什么？你不帮就不帮，你也没有必要杀人灭口吧？放血可以暂时缓解你体内的药性。他妈在老子面前装情者高，当时遇到个就给人搭上了，臭婊子给我下来！多好。罗大少，我求求你带我离开这吧，日后我一定会好好报答你的。我可以帮你，但你要拿千水湾的项目来换。你怎么趁火打劫？你还算君子吗？我是个商人，只追求利益，不追求品格。好啊，反正我乔安的名声已经烂了，如果博大少不介意的话，咱们俩就手牵手上新闻。快拍！把这对奸夫淫妇的丑照给我拍下来！把这对奸夫淫妇的丑照给我拍下来！乔安，明天你出轨的新闻就会满天飞了，到时候你就等着净身出户吧。乔氏马上就是我的了。但你放开我！你敢咬我？你个流氓，咬你都算便宜你了。我要是没记错的话，是你先强吻的我吧？那又怎样？再说你不是都已经亲回来了？乔安，你这个荡妇，当着你老公的面还敢跟这个奸夫眉来眼去！博大少，现在咱们俩算是一条绳上的蚂蚱，这个忙你不帮也得帮。表嫂，
没想到你不仅敢出轨，还敢打人啊！这可是犯法的。我就说你该多读点书吧。你们给我下药，找来这些有病的人想要害我，我找个帅哥帮忙，这只能叫紧急避险。你这个不要脸的贱人，这里这么多人证物证，你还想抵赖不成？论起不要脸，你和周丽娜在我眼皮子底下乱伦；论起不要脸，你才是鼻祖。你自己出轨被发现了，你还污蔑我跟明州哥哥。乔安，没有人会相信一个出轨的女人，你跟这个小白领今天一个都走不掉，给我上！我博景言活了这么多年，敢骂我的，你还是第一个。博大少，博少，这都是误会，我还以为您是乔安的。误会？陆明舟，你刚才可是扬言要弄死我和博大少的，这人证物证可都在，怎么你想狡辩啊？乔安，你个贱人，故意耍我！博大少，你可是号称江城活阎王，这分明是不把你放在眼里啊！这口气你能忍，我都忍不了。这女人倒是聪明，打着我的幌子狐假虎威，分明是想利用我帮她对付陆明舟。明州，今天不下手，以后怕是没机会了。干脆连他一起弄死算了。博少，这是我跟乔安的家务事，只要您不插手，我保证您跟乔安有染的事情，一个字儿也不会传出去。那我非要插手，又能如何？既然博少如此不讲情面，那我就得罪了。把他们给我抓起来！我倒要看看谁敢动手！原来你早有准备，那你刚才还骗我。要是早告诉你了，还能看到这出好戏吗？博少，您确定要为了乔安这个水性杨花的女人跟我为敌吗？粉少做什么，还轮不到一条狗来指挥。博少，你可别忘了，我手里还有底牌，识相的话就赶紧把乔安交出来，不然我把你跟他的艳照曝光出去，你就等着身败名裂吧。底牌一旦揭开，就不能叫做底牌了。他们侵犯了我的肖像权，所有照片一律销毁。是。你想干什么？我警告你啊，我是乔氏的总裁，你们敢动我，大少，大家都很配合，全都主动站上来了。我今天收到消息，乔总遭人暗算，我作为合作伙伴前来帮忙，各位应该知道该怎么说吧？我要告你们，就算删了照片又怎么样？不要以为你们有钱有权就能只手遮天。你去告啊！你有证据吗？你有证人吗？你打得过乔氏的律师团吗？他们都是我的人，他们都能帮我证明你出轨了。你就等着净身出户吧你！你就等着净身出户吧你！陆明舟，你一定要做得这么绝吗？怎么，乔安，心虚了？告诉你，晚了。好，你们受陆明舟指使陷害我，要是你们谁敢出去胡说八道，我就以共犯的罪名把他送进监狱。都听明白了吗？明白了，明白了。一个女人就把你们吓破胆了啊！一群废物！你起来！你们都是收了钱的啊！如果一个乔氏不够，那就再加上博士。拦住他们！小宝，重新给我们一个做人的机会吧。放心，这笔账我会慢慢给你们算。带走。是。表嫂，表哥他已经知道错了，他就是太爱你了，才会一时心急犯下这种事儿。你就跟我们回家吧，我一定让他跟你好好解释。解释？好啊，你们给我下药，找有脏病的人害我，谋夺我乔氏的财产，这些罪名还是留着给警察慢慢解释吧。乔安，咱们夫妻俩小吵小闹就不用麻烦警察了，只要你乖乖跟我回家，我保证以后一定。陆明舟，我们的好日子到头了，下半辈子就给我在监狱里好好反省。乔安，你个贱人！我不要乔安，乔安，来人，送医院！自从5年前那件事之后，我对所有女人都会过敏，可为什么接触乔安却没事？难道是……元哥，你这么急着叫我过来干什么？我接触她非但不会过敏，而且还能缓解我毒发的症状。
我要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研究了5年都没能研制出解药，他是怎么办到的？都是意外。什么？乔安可是有夫之妇，严哥你在？我找你来不是为了让你听八卦的。严哥，如果他体内真的有什么东西能压制你的毒，那等我回去研究一下，没准下次就能研制出解药。这是别让人知道。严哥放心，不管是解毒还是接吻，我都一定守不住皮肤。大坏蛋，你敢欺负我妈咪，我一定让你好看。你们年轻人啊，还是要节制点。你女朋友身体本来就不好。我不是。知道了。妈咪是这个大坏蛋的女朋友吗？他不是，你推我干嘛？医生，这病人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咱们去您办公室慢慢聊。罗大少，昨晚的事儿，谢谢你了。就一句谢谢，你是不是忘了些什么？哎，昨晚我是强吻了你，可你也还回来了嘛，我们两不相欠。你好好想想，真的互不相欠了吗？对不起，是我利用了你。我和陆明舟5年前协议结婚，约定婚后互不相干。可是，一旦离婚，我就得净身出户。乔氏是我爸妈的心血，所以我才……昨晚他来找你，是为了逼你离婚。博大少，不如我们做个交易，你帮我把陆明舟赶出乔氏，浅水湾的项目我们合作共赢。这个大坏蛋居然还敢来欺负妈咪！生意可不是这么谈的。我可以帮你，但是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罗大少，我现在还没离婚呢，如果是那方面的条件，那就……你就什么？哎，算了，就当被狗咬了一口。你好像很失望啊。放心，我对你不感兴趣。我可以帮你守住乔氏，作为条件，在我没有跟你解除协议之前，你得随叫随到。我让你做什么，你就得做什么。你确定你不后悔？我清楚我想要什么，绝不后悔。倒是博大少你，我希望你说到做到。去查查乔安跟陆明舟，事无巨细，我全部都要知道。是。浩浩，你怎么在这儿？那个大坏蛋欺负我，现在就去帮你揍他。浩浩，他不是坏人，他是妈妈的朋友，你以后见到他要叫叔叔，知道吗？浩浩，刘叔叔送你去上学，妈咪晚上去接你回家，好不好？刘特助，麻烦你了。大小姐客气了，照顾您和小少爷是属下应该做的。乔安，你这个贱人，你竟然把明舟送进监狱！你竟然把明舟送进监狱！他犯了罪，坐牢不是应该的吗？表嫂，你出轨和野男人花天酒地，表哥都认了，你现在居然和那个奸夫一起要打死他，真是好狠的心啊！哎呀，我可怜的儿子呀！你当牛做马这么多年，他居然拿你的钱去养野男人！哎呀，成日里对我非打即骂呀！哎，连饭都不给我吃！哎呦，你现在走了，留我一个老婆子孤苦伶仃啊！天哪，简直就是个白眼狼！是不是有什么矛盾？看把人送进监狱，自己对主做一事，看起来光鲜亮丽的，结果是个血性杨花的贱货，太恶毒了！这种女人才应该进监狱。
这个贱人，你敢打我！你这张嘴就爱搬弄是非，难道不该打吗？你和陆明舟给我下药，找3个有脏病的男人想害我，还谋夺我乔氏的财产，光这些就足够他把牢底坐穿了。表嫂，表哥没有嫌弃你是个二手货，养了你5年，对你一片真心，你怎么能跟他计较这些财产呢？就是，什么乔家的财产？你嫁给我儿子了，就是我陆家的呀！哎，话可要说清楚，不是我要嫁给你儿子，而是你儿子求着我入赘豪门。这按道理来说啊，你儿子还得给我嫁妆。你这个不要脸的小贱人！当年你和野男人搞大了肚子，要不是我儿子接盘，你和你那个小野种早就被人拉去进猪笼了。这5年里，你们一家子软饭硬吃，对我百般凌辱，为了谋夺我乔氏的财产，还想下药陷害我，到底是谁更不要脸？这一家子吸血鬼真恶心！看他撒泼打滚的样子，在家不知道怎么欺负人呢。他就应该把这个药进行去，才能祸害别人。乔安，你今天是不是要逼死我？好，我就撞死在医院，如了你的意。姑姑，你不能出事儿！你要是出了事儿，我跟表哥怎么办呀？儿子，你被媳妇害得坐了牢，爸没有能力救你，白发人送黑发人呐！别撞墙啊！撞墙可不一定能死，不如直接自刎，割断大动脉，不到5分钟，保证你死得透透的。哦，知道了。你们怕死了之后曝尸荒野是不是？放心，我乔安有的是钱，只要你们今天敢死，我保证让你们风光大葬。我是你婆婆，你敢这样跟我说话？我求求你少给我摆你那长辈的谱了。你们不想死就赶紧给我滚，否则我连你们一块送进去。你这个小贱人，我今天就好好教训教训你。罗庆言，你怎么来了？你签了我的协议，就是我的人，没有我的允许，我看谁敢动你。姑姑，这个男人我们惹不起，要不我还是先走。哎呀，怕什么？我可是乔氏总裁的妈妈，我看他一个乔安包养的小白脸，能有什么能耐？还没有人敢在我面前这么放肆。这毕竟是我的家事，你让我自己处理吧。乔安啊，你跟这个小白脸搂搂抱抱的样子，我都得拍下来。你就等着被我扫地出门，滚出陆家吧！该滚的是你们。立即冻结陆明舟一家所有银行卡，另外所有不动产全部收回。乔安，你在我家当保姆当了这么多年，还有谁记得你是当初这个乔家大小姐呀？我这个乔家大小姐说话管不管用，你们马上就知道了。喂，你说什么？冻结了？姑姑，你要说保姆卡真的冻结了，让我们还款，怎么办？去把你们院长叫过来，你就说陆夫人在你们医院被欺负了，我要你跟宋院长给我一个交代。乔安啊，这家医院的院长跟我可是旧相识，我一句话就能让宋院长把你们2个人赶出医院。我记得这家医院的院长是姓宋，知道怕了吧？我可是这家医院的 VIP， 你就等着让宋院长把你们2人都赶出医院。四不两立。陆夫人，什么风把你吹来的？陆总是上乔氏的姐，给了我很多的方便呢。原来有事吗？尽管吩咐。都怪乔安这个贱人，他马上就要被赶出陆家，竟然敢私吞陆家的财产，还联合这个小白脸打我！你一定要给我一个交代。我是眼里看老实，简直是岂有此理！您放心，你看我怎么收拾这2个垃圾。大少，既然你这么想当陆家的狗，那你这个院长也没必要当。大少，我错了，我是受了2个小人的毛病，饶了我。大少，大少，饶了我，饶了我！你滥用职权，徇私枉法，
严重影响了博氏集团的声誉，你被解雇了。你饶了我！现在该轮到你们了。博大少，是我狗眼不识泰山，我儿子是乔氏的总裁，你看在我儿子的面子上和乔氏的面子上，饶了我们这一回吧。小总，乔氏什么时候改姓陆了？乔氏永远都只会姓乔，他陆明舟不过就是我乔安养的一条狗而已。博总，千万别被骗子给骗了呀！敢在我博士的地盘闹事，把他们给我拖出去，永远不准踏入博士的产业半步。博大少，我没想到他们会来医院闹事，连累你了。你笑什么？我在笑我们缘分匪浅，短短2天我就帮了你4次了，乔安，我都开始怀疑这一切到底是巧合还是天意了。好啊，这几天伤口记得别沾水。下次见面别把自己搞得这么狼狈了。大少，您让我查的事情查到了。这5年前呢，乔安被爆出了一夜情，随后老乔总就出面证实了与乔安一夜情的人是陆明舟，之后就有2人举办了婚礼，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了。之前的2人还被称为现实版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没想到短短5年的时间就闹得感情破裂，还闹到对簿公堂的地步。我和陆明舟5年前协议结婚，约定婚后互不相干，可是一旦离婚，我就得净身出户。如果是真的因为爱才结婚，为什么又会定下一份这么奇怪的合约？这件事有蹊跷，继续给我查。是。姑姑，只要这个小野种在我们手里，不怕乔安不听话。小安，你识相的话，赶快放了明舟，否则就别怪我对乔浩这个小野种下手了。奶奶，你别打我！妈咪救我！陈美玉，你有什么事冲着我来，不准动我儿子！你们是坏人！妈咪，我要去找妈咪！你这个小野种，一天到晚就知道哭，养你还不如养条狗。姑姑，你说乔安这个贱人突然性情大变，还要和明舟哥哥离婚，是不是都想把乔家的家产留给这个小野种啊？哼，一个被人玩烂了的贱货，想离婚可以，乔家的财产1分都别想拿走。不许你骂我妈咪！你这个小野种竟然敢打我！你看，我他妈打死你！我过去！我不要再关交给我，放我出去！这个小野种竟然敢骂我！不准给他饭吃，也不准给他水喝，听懂了吗？是，我知道。妈咪，这里好黑，好害怕。你看这，乔安，你带这么多野男人过来，是要造反吗？浩浩在哪？谁知道他去哪儿了？野种就是野种，一点教养都没有。嘿，乔安，你这个小贱蹄子，我是你妈，你敢打我，你活腻了！我告诉你，你今天要不把浩浩交出来，我现在送你去戒严号！我现在送你去戒严号！乔安，你别忘了，你儿子还在我们手里呢。你们到底想干什么？只要你放了明舟，我就放了那个小野种，否则我就让人打断他的腿，让他一辈子做个残疾。我们有的是时间跟你耗，反正受苦的是你儿子。我答应把儿子交出来。那可不行啊！你带这么多人来，谁知道你会不会翻脸不认人？你先放了明舟哥哥，把陆明舟放了。好的，乔小姐。今天之内陆明舟就能出狱，赶紧把我儿子交出来。我答应要放了他，可没说是现在。你今天打了我，必须给我磕头认错。我告诉你，你要是再敢动手，我要让你一辈子都见不到那个小杂种。我已经失去了好好意思，这一世我不会让任何人再伤害他。
它轻柔你从最远离我憧憬。我已经跪了，把我儿子还给我。以前高高在上的乔家大小姐也有今天呀！你就这么跪着吧，等明州什么时候回来，我再什么时候放人。老夫人，小少爷不见了。什么？乔小姐，是周小姐把小少爷关下来的，还不给小少爷吃的和水。我刚刚去看小少爷，我一开门，小少爷就跑了。乔小姐，求求你饶了我吧！大小姐，陆家人心狠手辣，小少爷能摆脱他们的折磨，不算是坏事。现在当务之急是先找到小少爷。通知下去，封锁全场，就算翻遍江上，也要找到浩浩。果然，有其母必有其子。当妈的，水性杨花，不守妇道；当儿子的，也是个不守规矩的垃圾，就知道乱跑。你敢打我，你就不怕天打雷劈吗？我儿子要是出了事，你们包括陆明州全都别想活了。贱人！等我儿子回来，看我怎么好好教训你！你就等着和你这个小野种一起流落街头吧！他们嘴巴不干净，好好教教他。是。不小子打人了呀！哎呦，亲家公亲家母，你们快来看一下呀！我知道错了，我再也不敢了。大小姐，有人在商场找到小少爷。把他们给我关起来，不准吃饭，不准喝水，没我的命，全都不准放出来。大坏蛋叔叔，有坏人想抓我，叔叔你能帮我吗？大少，这小孩这样，不会是被人贩子拐卖了？去查一下，顺便送到警察局。是，马上去办。走吧，小朋友。我不要，我要跟着大坏蛋叔叔。小家伙，你为什么叫我大坏蛋叔叔？你以前见过我？糟了，说漏嘴了。因为游戏里的超级大坏蛋都很厉害，叔叔你也很厉害，所以我才叫你大坏蛋叔叔。敢在我面前撒谎，这小鬼的机灵劲儿也不知道随了谁。那叔叔带你去吃冰淇淋，好吗？好的。当然管不下其人其事。是。好吃吗？大坏蛋，你敢欺负我妈咪，看我怎么收拾你！哎呦！我冰淇淋架了，叔叔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没关系。叔叔还想吃冰淇淋？小孩子一天只能吃一个冰淇淋，但是你刚刚已经把那个给浪费掉了。浩浩，你在哪？浩，千万不能有事！浩浩，找到浩浩了吗？继续找，就算把整个江城翻遍，也要找到浩浩。叔叔可以再奖励你一支冰淇淋，但是你得告诉我你和你爸爸妈妈的名字，怎么样？我叫浩浩，我没有爹爹。现在看起来倒不像是在撒谎。大少，商场的负责人说没有发现可疑人员，寻人启事也已经请人发下去了。叔叔带你去找警察叔叔，让警察叔叔带你去找爸妈。浩浩，我就要在这里等妈。是浩浩的声音。浩浩，混蛋，你放开我儿子！妈咪，浩浩想你，他们要抓我，浩浩怕。不怕了，不怕了，妈咪在呢，以后再也不会有人敢欺负你了，好不好？罗大少，怎么会是你？我说这个小家伙怎么突然翻脸无情了？原来都是跟乔经理学的呀。罗大少，我已经答应跟你合作了，你为什么要绑走我儿子？你是不是应该给我一个解释？我要说是他自己主动找上来的，你信吗？罗大少，我儿子刚刚被人绑架，然后就出现在你身边，我刚才亲眼看见你要强行把他带走，这一切难道是巧合吗？哎，乔总，我们大少刚刚巡查完了商场，令公子就跑出来抱着大少不撒手，把
大少还叫我去发布了寻人启事，您要是不信的话，可以去前台问一下。妈咪是我找叔叔帮忙的，他还请我吃了冰淇淋，他是好人。这个年头，好人难做呀。罗大少，陈美玉因为陆明舟的事儿想绑架浩浩来威胁我，我刚才看到还以为你跟他们联手了，对不起，是我误会你了。我不是这个意思。罗大少，你帮我救了浩浩，我很感谢你。改天我一定亲自登门赔罪。走，回家。浩浩不想回家，奶奶把浩浩关进小黑屋。浩浩，你告诉妈咪，他们除了把你关进小黑屋，还做什么了？妈咪不哭，浩浩不疼。浩浩还是个孩子，生活在这种环境里，会对他的成长造成影响。浩浩，今天跟妈咪一块去新家住，以后再也不会有人把你关小黑屋了。爹地，浩浩，他不是你爹地，你快放小鬼头，我可没有你这么大的儿子，以后别瞎喊了啊！那你可以当我的爹地吗？那你告诉叔叔，为什么想让我当你爸爸呀？因为我爹地对妈咪不好，他总是帮着奶奶欺负妈咪，我不想让他当我爹地。如果你是我爹地的话，妈咪就不会一直哭了。这么一看，这小鬼头跟我小时候长得还挺像。罗大少，今天给你添麻烦了，小孩子嘛，童言无忌，您别放在心上。浩浩，回家。浩浩今天受了惊吓，你就这么带他回去，会对他的以后造成心理影响。浩浩本来就没有感受过完整的父爱，要是因为今天的事儿反而给他造成了阴影，谢谢博大少提醒，我会给他请心理医生做疏导的。我倒是有一个更好的办法，让我当他一天爸爸，陪他玩一天，这样他所有的不好的信息都会忘掉。这不太好吧？你别忘了我们的契约，你没有说不的权利。哈哈，今天我就是你爹地啦！好耶，谢谢啦！干什么？给浩浩树立一个正确的父母形象。살며시내깨워줘요 my sunshine 동화 속 공주처럼 눈을 감고 기다릴 거예요谢谢。刚才浩浩说他没有爹地，你和陆明舟的感情很不好吗？不能说是不好，只能说是深仇大恨。说出来不怕你笑，年轻的时候不懂事儿，把一些身外之物看得很重，让他钻了空子，没想到还连累孩子跟我一块受苦。以后再有这种事情，你可以找我帮忙。啊，我们是合作伙伴，你给了我千水湾的项目，我帮你离婚。离婚以后，你和浩浩就不会再受到折磨了。你放心，我和陆明舟之间的事情不会影响我们的合作。爸爸妈妈，你们是在说悄悄话吗？浩浩，已经很晚了，该回家了。浩浩要睡觉了。罗大少，今天麻烦你了，改天我一定亲自登门拜谢。妈咪，弟弟不和我们一起回家吗？浩浩，他只是你的临时 daddy， 不是你的真 daddy， 所以啊，不能跟我们一起回家。现在的年轻人玩的还挺花呀。浩浩说的对，爹地妈咪一起回家。人呢？刚才不是还在这儿吗？鬼鬼祟祟的干什么呢？对不起啊，我不是故意的，都是因为你吓我，我才……这已经是第3次了。我保证以后不会再有这种事了，都是因为你我才……你要干什么？看清楚了，这才是吻。博大少，你这算不算是趁人之危啊？如果你还要叫我博大少，我不介意再继续吻你。薄青言，我叫你薄青言总可以了吧？
哎，浩浩还在呢，你别乱来。我只是帮你拿下睡衣，乔总以为我要做什么？乔总对我的身体这么爱不释手，还是期待说想做些什么？我才没有呢，我只是……最近刚好在健身，要不乔总检验一下成果？爹地妈咪，你们在干什么呀？爹地妈咪，你们在干什么呀？我们在玩游戏呢。玩游戏？那我也要玩。哎，不行。为什么爹地妈咪可以玩游戏，浩浩不能玩？因为，你让爹地给你解释。妈咪先去洗澡了。哈哈，爹地和妈咪玩的是大人才能玩的游戏，你现在还小，等你长大了才能玩，明白了吗？浩浩明白了。真乖。来看，白雪公主她又遇到了……国庆，我们要睡觉了。我们要睡了？你确定？我是说我跟浩浩要睡觉了，请你出去。妈咪，你是在和爹地玩大人才能玩的游戏吗？妈咪，你的脸好红啊！妈咪，你的脸好红啊！可能是因为空调温度太高了吧。乔总，心静自然凉。妈咪，我从来没有和爹地妈咪一起睡过，今晚我能睡在爹地和妈咪的中间吗？浩浩，是很晚了，该睡觉了。乔安，别忘了我们之间的协议。爹地妈咪也要乖乖睡觉哦，不能再玩大人才能玩的游戏了。你说你都教了些什么呀？我也没想到浩浩的悟性这么高。浩浩刚睡着，别把他吵醒了。看在你对浩浩这么上心的份上，就不跟你计较了。快来吃饭吧，浩浩还在找身体呢，等下我送你们回去。不用麻烦了，我已经打电话让刘特助待会儿过来接了。哎，等等，浩浩对花生过敏，麻烦您撤走吧。对不起，少爷，新来的帮厨他不知道小客人也对花生酱过敏，我这就拿去处理了。浩浩也对花生酱过敏，会这么巧吗？浩浩连闻到花生的味道都会过敏，我可能有点反应过度了，抱歉啊。过敏可大可小，是得小心点。算一算浩浩的年纪，乔安和陆明舟应该是父子重婚，可为何陆家人对这个孩子的态度这么恶劣？大少，5年前的事情查得下去。乔安当年竟然也在那间酒店。资料准确吗？之前一直有人阻挠我们查证消息，这份资料是从知情人的手中拿到的，可以确认乔安当年在皇都大酒店偷情的对象不是陆明舟。乔安之前说他和陆明舟只是契约夫妻，浩浩更是被陆家人称为野种，难道浩浩是我的骨肉？继续查。是。你果然在这里啊，还不赶快起来，这是我儿子的位置。脑子不好就去找医生，别来我这儿发疯。儿子，上次就是他带了一帮人啊，拼命的打我呀，把我的手都打断了。他还说呀，要把我们赶出家门，公司就是他一个人的，让我们出去要饭呢。哎呦，乔安，姑姑都已经伤痕累累了，难道你还想抵赖吗？你真的动手打我妈了？是啊，你又能如何？你乔安，你嫁进我陆家这么多年，我妈对你仁至义尽，你竟然敢动手打她，你就不怕遭天打雷劈吗？该怕遭报应的应该是你吧？这些年我花钱养着你们，可你呢？恩将仇报，对我和浩浩非打即骂，还给我下药，想逼我净身出户，侵吞乔氏的财产。
这些证据就足够我把你们赶出江城。明州啊，他现在的靠山是薄继言，上次在医院就是吃了他的亏。乔安，你真的以为我就没有后手了？那几个有脏辫的男人会把一切罪名都给认了，我是干干净净。现在你动不了我，而我却有你出轨薄继言的证据。你觉得他现在还会帮你？你笑什么？难不成是知道自己要被净身出户？疯啊！你现在呀，最好聪明一点，乖乖跪下，低头认错。等我儿子把你扫地出门的时候，说不定我还能发发善心，给你2块钱当车费。你们也太自不量力了吧，陆明昭！你以为我还是当初那个我吗？你和你表妹还挺般配的。你和你表妹还挺般配的嘛？你们2个怎么不小心一点？是他，肯定是他找人偷拍的。乔安，贱人，你敢派人跟踪我？这就受不了了。那要是这些照片出现在新闻上，该怎么办？乔安，你这个小贱人，当初是你求着我儿子结婚的，还不让我儿子碰你，他出轨那都是你逼的呀。儿子，不用怕，等咱们搞臭他的名声，到时候全江城的人用唾沫星子都能淹死他。你可别忘了，我手里还有你跟薄继言的亲密照，大不了我们玉石俱焚。就是不知道到时候薄继言和薄家还会不会帮你。看来薄继言上次给你的教训还是不够啊。哎，你们知道薄继言为什么号称江城活阎王吗？那是因为在江城，他想让谁死谁就得死。你们说，到时候他不放过的是我还是你们？你到底想怎么样？签了他，我们两清。乔安，你他妈的敢跟我提离婚？你可别忘了，当初那份协议还在我的手里。你可别忘了，当初那份协议还在我的手里。我如果想毁掉那份文件，有的是办法。你想试试吗？你想杀了我？我可是遵纪守法好公民，不到万不得已，我不会挑战法律。只要你签了这份协议，当初我承诺给你的那7%的乔氏股份，我不会收回来。另外，我再多给你1000万。乔安，乔氏市值1000亿，你只给1000万，你打算要饭的呢？哟，还挺有自知之明啊！当初是我看你们可怜，没想到一个乞丐竟然想着鸠占鹊巢。你这个女人，你竟敢骂我！你菜！你有多远给我滚多远，否则我不介意让你去牢里清醒清醒。乔安，你当着我的面打我妈，给谁看呢？赶紧跪下道歉！你也滚！乔安，我好男不跟女斗，等着瞧！哎，你们，滚呀！儿子，这乔安摆明了想把我们一脚踢开呀！我都过了豪门生活5年了，我可不想再回农村去了。乔安，想用这么点钱把我打发了，做梦！徐总，您上次的提议，我答应。结果准确吗？我的实验结果从来不会出错。乔安的血液并没有任何特殊，它能压制你体内的毒性，应该只是巧合。再过2天就是你下一轮毒发的时间，你可以试着用乔安解毒。辛苦你们，先出去吧。难道是我猜错了？乔安和那晚的事情根本就没有关系。妈，什么事啊？臭小子，我是你妈，那没事就不能给你打电话了呀？自从上次安排了相亲之后啊，你都2个多月没回家了。您上次说要是不结婚就别回家，而我最近确实没有要结婚的打算呀。静言呐，你都快30了，那秦家的小儿子都比你小2岁了。你看人家现在儿女双全，哎呦，你不知道你老妈有多羡慕秦老夫人能抱孙子。妈，您要是想抱孩子呢，可以去当月子，还有钱拿。
臭小子，你是诚心要气死我呀你！你老大不小了，到现在连个女朋友都没有，怎么？你真的打算打一辈子光棍啊？我只是暂时不打算结婚，并不是一辈子不结婚。哼，这一次啊，可由不得你，我这就去给你安排相亲对象。你要是不给我带个儿媳妇回来，哼，你看我怎么收拾你！大小姐，陆明舟那天下的毒，检查结果已经出来了。为了杀死我还真是大手笔啊，连最先进的神经类药物都能弄到。幸亏大小姐体内残留的毒素不多，只要停药就能慢慢恢复。阿姨，阿姨，阿姨你怎么样？你还好吧？阿姨，快送医院！阿姨你醒了。姑娘啊，要不是你，我今天可能就没命了。你叫什么名字？改天我一定要登门道谢。阿姨，您叫我小安就行了。他看起来这么年轻，肯定还没有结婚。要不等下就让静言见见，那说不定我今年就能抱上大胖孙子了。小安呐，你还没有结婚吧？跟陆明舟的婚姻本来就是一场交易。况且我们都要离婚了，应该不算吧？没有。那就好，那就好。阿姨的意思是，年轻人呐，就应该以事业为重。哎呀，小安，现在这个社会啊，像你这样心地善良的人可不多了。阿姨见你第一面啊，就觉得特别的有缘分。你留个电话给我吧，那以后阿姨找你聊聊天也好啊。你是不是觉得阿姨打扰到你了？对不起啊，是阿姨越界了。没有，阿姨，认识你我也很高兴，要不加个微信？好。哎，我就是为我儿子的终身大事啊操心呐。他都快30的人了，那整天啊就知道忙事业，可怜我这老太婆啊，到现在连一个媳妇都没看到啊！我跟你说啊，我儿子啊不仅人长得帅，那身材呀也好，又特会赚钱，像这么好的男人，大小灯笼都能找啊！阿姨，您儿子这么优秀，那想要什么样的女朋友没有啊？肯定能找到的。是吧？你也觉得我儿子蛮不错，是不是？一会儿他肯定要过来，不如你俩先见一见。哎，年轻人嘛，就该聊聊天。哎，不行，怎么了？阿姨，其实我已经有男朋友了。阿姨一看啊，就知道你是在骗我。年轻人嘛，都是单身。那多交一个朋友也没关系。是真的，阿姨，我没骗你。要不然改天我带他出来见见你。这表情一看就是在撒谎。好啊，那等阿姨出院了，请你和你的男朋友吃饭啊。真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啊！这个节骨眼上了，让我去哪找男朋友啊？医生说夫人是被一个女人送来医院的。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大碍了。找到他，无论什么要求，尽量满足。是。哎呀，你要是早来一步啊，就能见到我的儿媳妇了。儿媳妇？是啊。小安人品真不错，要不是他见义勇为把我送到医院来呀，你现在连你妈都见不到了。这年头这么好的姑娘上哪儿找去？这年头骗子也多。净瞎说。那小安人品端正，说话也温温柔柔的，那还是我的救命恩人呢。我不管啊，你必须把她娶回来。大少，夫人这是又准备逼您相亲了。一个妄想攀门附凤的拜金女罢了，骗得了我吗？骗不了我。那要是夫人再问起来，
我自有办法。这么晚了，叫我来干什么？哎，薄姐，你干什么？我说过，签了我的协议，你就没有拒绝我的权利。但是你也没说是这样啊。安静点，让我抱一会儿。你怎么了？是不舒服吗？没有，就是应酬累了罢了。难怪一身酒气，肯定是刚从酒桌上下来。醒了，我去给你煮醒酒汤。我不配你要的风情万种，用力爱会不会太重？一个人的夜空心事重重。乔安，你不配为什么我一看见生死与共，就觉得你特别伤心？爱会不会发疯？薄姐，我还没有准备好。却隐藏着暗涌。薄姐，薄姐。仔细看，长得还挺帅，看你到时候还怎么狡辩。等一下，他刚才那样对我，但我却一点都不反感，我该不会喜欢上他了吧？妈，你怎么过来了？我今天来呢，就是想问问你，到底什么时候才去约小安？人家姑娘人品端正，那谈吐也大方。哎呀，儿子你就放心吧，妈的眼光绝对错不了。我已经派人去报答过他了，妈，你别放心。算你小子还有点良心。哎，他可是我的救命恩人，你可得拿点诚意出来，别让人家觉得我们看轻了他啊。给了他一张支票，金额随便点，够有诚意吧？你这混球！小安那么真诚善良，你要是用钱这个东西去侮辱他，赶跑了我的乖乖儿媳妇儿，别怪老妈跟你断绝母子关系。哎，妈，你先别激动。医生说的应该很公望，对身体不好啊，消气。我这些病那都是被你气出来的。你要是想你妈呀，多活几年，你赶紧跟小安把婚事定下来。今年让我抱上大胖孙子，这病不就好了？妈，5年前我伤害过一个女人。我这条命都是他救回来的，我这辈子非他不娶。儿子，当年你被薄家的叔伯们暗算，是那个女孩子是救过你，可是你也找了她这么多年或许今生你们没有这个缘分呢。少爷，这枚耳环是在您床上发现的，您看还需要留着吗？你先下去吧。哎呀，儿子，原来你刚才都是骗妈的。哎呦，你谈恋爱了就应该早点告诉妈呀。妈，这真不是。哎呀，你妈又不是那种迂腐的老顽固，只要女方人品好，家世清白就行。哎，改天让妈见见啊。妈，你真误会了。这是公司设计部新出的样品，可能是被我不小心夹带在衣服里带回来的。还想骗我你妈这双眼睛那是目光如炬，那什么样品这一看就是被带。哎呀，薄金言，你该不会是跟不三不四的女人搞在一起了吧？哎呦，难怪安排你去相亲你不去，安排你跟小安见面你也不愿意，你真的是想气死我呀你！哎呀，气死我了！你先消气。不喝。妈，她真不是不三不四的女人，我在追求她。追求？我告诉你，我这辈子只认小安这一个儿媳妇儿。你要是继续跟那个女人纠缠不清，
别怪老妈给你包办婚姻。妈，我公司还有个会，我先走了。我让张特助就能回老宅啊。看来我想要儿媳妇儿，还是得我自己出马。大小姐，这些照片是博大少派人送来的。陆明洲出卖了公司机密，给了材料公司的徐总，他们想趁机抬高浅水湾项目的报价，吃回扣。没想到陆明洲到现在都不死心，那就别怪我赶尽杀绝了。把这些文件分发下去，一定要强调这是内部机密文件。大小姐，您这是虚假数据。既然陆明洲想要浑水摸鱼，那我们就把水搅浑。好主意啊！不仅能最大限度的降低损失，还能把内鬼找出来，一举两得呀！小安呐，阿姨想约你喝杯咖啡，最近有时间吗？阿姨，我最近工作比较忙，可能……小安，阿姨病愈已经出院了，这周六啊，我想办一个答谢宴，你可是我的救命恩人呐，你一定要赏光才行。那好吧，阿姨，您把地址发给我，我一定准时到。好好好，哎，别忘了把你的男朋友也带上啊。大小姐，这是怎么了？上次啊，我们送去医院的那位阿姨要约我吃饭，还让我带上男朋友，我这上哪儿找男友啊？我知道我该找谁了。副总，富士集团海外子公司的业务迎来爆发性的增长，目前营业额已经突破了100亿，还在持续增长当中。上次连招呼都不打一声就走了，现在才想起来联系我。继续吧。子公司那边高层的意思是想把工作的重心从……哼，趁我睡着了偷拍我。会议暂停一下。博总最讨厌别人打断会议了。之前有个员工开会忘记关机，结果中途有人打电话进来，那人直接就被开除掉了。这个给博总打电话的人可惨了。继续工作。照片怎么样？拍照技术还不错吧？乔安，这应该不是对待合作伙伴的态度吧？哎，我这只能算是合理利用资源，还得多亏了博老师你言传身教。想请你喝杯咖啡，赏光吗？乔安大小姐屈尊将会亲自请我，不去岂不是服了你的美意？真准时，就这么怕你的睡颜照流传出去啊？睡颜照算什么？如果你有需要，我还可以重新配合你拍尺度更大的。博大少还真是热情啊，不过我手里这些够用了。那些照片角度不错，确实很容易让人想入非非。只要博大少答应帮我一个忙，这些照片我立刻全部删除，而且我保证这件事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绝对不会影响博大少你的名声。我要是没理解错的话，你是在威胁我？哎，我怎么敢威胁你呢？是交易而已。这些照片只要我一句话，整个江城没有任何一家媒体敢流传出去。既然这样，那你还来赴约干嘛？这个世界上敢算计我、威胁我的人，你还是第一个，我自然得来见识见识啊。哎，行吧，反正我也不指望真的能用这些照片邀请你帮我，留着也没用。那天晚上这么大一个活人躺在你面前，你除了拍照什么都没做？我真的没有。而且那天晚上是你先强吻了我，我才拍的照，我这只能算是正当防卫。那如果我答应你了，我们是什么关系啊？我们当然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亲密无间的合作伙伴。
该聪明的时候不聪明，不该聪明的时候瞎聪明。啊，你说什么？啊，没什么。需要我帮什么忙？说吧。我要你当我男朋友。乔安，你在我面前玩这种欲擒故纵的低级把戏，是太小看我了，还是太高估你自己了？你在说什么？刚才还跟我说是合作伙伴关系，现在又得跟我表白，耍我很好玩是不是？啊？我是说让你假扮我男朋友，假扮。假扮？对啊，而且只需要周六那天，你跟我陪一个客人吃饭就行。下次不要再说这么容易让人误会的话了。误会？哎呀，我都问了好几个朋友了，他们都没有误会呢。这怎么英明神武的博大少误会了？你这要是传出去，你第一个找的还不是我？是你。我这思来想去，整座江城值得信任的也只有你一个了。我刚才看你难得出糗，故意逗逗你。周六，我来接你。周六我有约会，所有的行程全部取消。是，我这就吩咐下去。妈，这次又有什么安排啊？你臭小子，我跟你说啊，这周六我约了小安吃饭，你必须来啊！妈，真不巧，这周六我要跟女朋友吃饭。我告诉你，你必须跟那个女人断了，我是绝对不会允许她进我伯家的大门。还有，这周六你必须麻溜的给我滚过来，不然我去公司把你绑回来。大少，看夫人这架势，这次好像是认真的。那我就认真的告诉他，我对他说的小安不感兴趣。你答应了要陪我吃饭的，做人可不能言而无信啊！你当时让我帮忙的时候，可没说是替你挡相亲，给人当猴看。我这也是实在没办法，而且我要跟你说了，你还会答应？那个阿姨的儿子都一大把年纪了，说不定还有什么隐疾。我要是被他缠上了，说不定还会耽误咱们俩。我可以帮你，但是我不会主动帮你骗人。没问题，待会儿你什么都不用做，你只需要坐在这儿吃好喝好，然后时不时点头微笑一下就好了，剩下的全部交给我。静言，你怎么在这里？阿姨，你认识我男朋友啊？你说什么？他是你男朋友？从现在开始，你不许说话，全部交给我来处理。可是协议内容，我不介意再帮你复习一遍。乔安是我真心喜欢的人，我这辈子非他不娶。想不到薄敬言演技这么好，这下阿姨肯定也没有借口再逼我去见她儿子。可你不是说……我不知道您是从哪得知我在这的消息，但是我绝对不会放弃乔安，更不会听您的安排跟他分手，去见一个从来没有见过的人。我这边喝多了啊，菜品就有点假了。妈，乔安才是我真的喜欢的人。至于你说的小安，我会用另一种方式回报他，并不是只有娶了他这一种。你说什么？我的意思是，我这辈子非乔安不娶。无论您同不同意，乔安都是我薄谨言唯一的妻子。好，很好，非常的好。哎呦，这就是缘分呐！那个阿姨，您儿子该不会就是这位薄大少吧？哎呦，是啊，我就说你们俩特别有缘分。那之前还想介绍你们认识，没想到你们俩呀早就在一起了。妈，你说的小安难道是他？是啊，傻小子。你要是早点告诉我小安是你的女朋友，我也就不反对了呀。阿姨，对不起，
有些事儿我必须得跟你坦白一下。其实我跟博大少，我们俩不是男女朋友。今天是我请他来假扮我男朋友来骗你的。小安，是不是静言对你说了什么？哎，别听那些都是误会。你看看，都怪你惹小安不高兴了吧？当初你要是把小安带回来让我见见，也不会闹这么大个误会呀。阿姨，等一下，我们这样还等什么呀？我就说啊，你们俩是天注定的缘分，择日不如撞日，我这就安排下去，马上呀，就给你们办订婚宴了。阿姨，我真的，我们不是你想的那样。不许澄清。你要是澄清了，我妈就会继续给我相亲。别忘了协议里，你可是我的仆人，你有义务替我解决这些麻烦。妈，乔安才刚答应跟我在一起，1天之内筹办订婚宴，岂不是看轻了他？是啊，阿姨，我和静言还想再互相多了解了解。你们看看，我都高兴糊涂了。静言啊，是我博家的家主，那婚事啊肯定不能马虎。这样，明天呢，我就去请一位高人算一算黄道吉日，给你们俩呀筹备一场盛世婚礼。好好演啊，别让我妈怀疑。好啊，多听阿姨的。乖。没想到我舅家的阿姨竟然就是薄静言的母亲，早知道这样就不去求她帮忙，气死我！你要是再看下去，我可不敢保证会发生什么。你打算什么时候跟阿姨解释，我和你只是假扮男女朋友的事儿？你就这么急着划清我们的关系啊？我跟你只是合作伙伴，我不想把关系搞太复杂。我先走。大少，那个耳钉可是您特意定制的，这刚才为什么不给曹小姐？派人去查查陆明舟的罪证，我要他们尽快离婚。是。大少，他就是当年三爷安排给您下毒的人。严哥，他肯定知道给你下的毒是什么，问清楚，1个月内我保证研制出解药。你们死了这条心吧，3个字都不会说的。我三叔都死了这么多年了，你对他还是这么重视，不如我送你去见他。现在是法治社会，你把我杀了，你们也打不了。是吗？那你知道他是怎么死的吗？被我扔进毒蛇库里，被无数种毒蛇撕咬，最后连一具完整的尸骨都没有。那不是毒，是三爷特地找高人研制的情蛊，一辈子只能和1个女人上床。本来三爷想让女人控制你，没想到你扰乱了局面，我拒绝受审，求大嫂饶命。我知道了，严哥，乔安之所以能化解的毒性，是因为那晚的女人就是他。不行，我会对你负责的。我找了他5年，他竟然一直在我身边。静言，你竟然一直都没有断了找那个女神的念头，那就别怪我了。阿姨，您久等了吧？我有个紧急会议，实在走不开，让您久等了。不碍事。乔安，我突然过来，不会打扰你工作吧？当然不会了，我就是一个打杂的小职员罢了。打开看看。哇，这手镯品相非凡，很衬阿姨您的气质。小安，这镯子是我当年嫁入薄家时静言奶奶送给我的。如今你和静言马上就要订婚了，这镯子也是时候传给你了。这怎么能行呢？这镯子太贵重了，而且我和静言还没有确定，万一……小安，
你是我认定的儿媳妇，不管将来发生任何事情，我薄家未来的儿媳妇都只会是你。你要是不想让阿姨失望啊，你就收下吧。阿姨刚痊愈没多久，要是这个时候告诉她我和薄敬言是契约情侣，她肯定会接受不了。唉，还是以后找机会再解释吧。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还是得我出马。薄敬言，你这个臭小子，差点就把我这乖乖儿媳妇给弄丢了。什么？大少，夫人刚才来过，却没进门直接去找了曹小姐，会不会是因为……把他给我关起来，严加看管。是。乔安，我妈是不是来找过你了？是啊，你来的正好，我也有事找你。不管她跟你说了什么，你都不要相信。你听我跟你解释。解释什么？她什么都没说啊，只是给了我个东西。这个手镯是当初我爸妈结婚的时候，我奶奶送给她的传家宝，既是对她的认可，也是薄家女主人的象征。我知道这个手镯的重要性，但是我怕坦白我们之间的关系会刺激到阿姨，所以才收了。现在物归原主，你帮我还给阿姨吧。乔安，我妈现在已经认可你了，只要你点头，就是薄家的少夫人。你真的半点心动都没有？你放心，我绝对不会影响我们之间的合作关系的。只要你有需要，我随时可以配合你去跟阿姨解释的。合作关系，乔安，作为合作伙伴，最重要的就是信任。你隐瞒了我那么多事情，不该给我个解释吗？我隐瞒什么了？你和陆明洲明明是两个阶层的人，可5年前，老乔总突然对媒体宣布你们相恋多年，是想掩盖什么？你调查我。你调查我。作为合作伙伴，我有义务调查合作对象是否值得信赖。毕竟商场如战场，容不得半点闪失。薄姐，你太过分了，你这是侵犯我的隐私。如果你不想说，我只能宣布我们的合作到此为止，协议也就此终止。等等，那件事都已经过去5年了，用它来换乔氏的未来，还有我跟浩浩的幸福，一切都值得。乔安，你考虑清楚了？我可以告诉你，但是你必须保证帮我夺回乔氏。当然，在江城，我是想做什么，轻而易举。5年前我刚回国，我爸妈在皇都大酒店给我举办了一场宴会，但是没想到我被人下了药，还遇到了一个混蛋，我根本听不懂他在说什么，然后就……薄大少不是喜欢揭人伤疤吗？我还有更劲爆的，想听吗？对不起啊，我只是想确认一些事情。确认什么？确认我是不是跟他们说的一样，是个水性杨花的女人。原来那晚救了我的人真的是你。薄大少，你要的信任我给你了，我希望你信守承诺，帮我守住乔氏。严哥，怎么就你一个人？乔安呢？他说了，阿姨把真相告诉他了，那你赶紧去解释啊！不是，我妈什么都不清楚，是我自己太着急确认她的身份，却撕破了她好不容易才隐藏起来的伤口。那严哥，你对乔安到底是什么感情？愧疚还是喜欢？你能分得清吗？为什么要分得清？反正他乔安这辈子只能是我的。那摆在你面前的就有一个机会。陆明洲串通乔氏两位董事，想要在股东大会上倒戈。胡总、秦总，现在可是绝无仅有的机会。这次要是放过了乔安，我们再想掌控乔氏集团，可就难如登天了。唉，陆总说的不无道理，但我们可是老乔总一手提拔起来的呀。是啊，做人总不能忘本啊。秦总，情分这东西可是把双刃剑。当初我念着和乔安的夫妻之情，替他撑起了整个乔氏，可如今呢，
他翻脸无情，甚至想将我赶出乔氏。胡总、秦总，明州哥哥和乔安好歹是5年的结发夫妻，他尚且能够将我们一脚踢开，那有朝一日，乔安又会如何对待你们2位呢？陆总，你希望我们怎么帮你？罗大师，博大少屈尊降贵来我这做什么呀？是还有什么事要跟我确认吗？我一定知无不言。上一次是我冒犯，我郑重的向你道歉。用这么庸俗的东西来道歉，博大少，你也不怕传出去被人笑话？我这次来是来遵守承诺，替你守住乔氏。这些照片你哪来的？现在不是追究这些细枝末节的时候，最关键的是找到内鬼，除掉陆明舟。哎呀，陆总的计划还真是无懈可击啊！是啊，结果这陆总能加工乔安，还怕赚不到钱吗？哎，罗大少、乔总，真巧啊！你们也来这儿吃饭？不巧，我们已经恭候多时了。胡总、秦总，你们什么计划呀？说来听听，让我也高兴高兴。是啊，乔总，都是乔氏集团工作上的一些事情，您贵人事儿忙，别让这些事儿耽误了您的兴致啊。我们只闲聊一下，闲聊一下。可是我怎么不记得我给2位派过任务啊？你们可别被人给骗了呀！可是我怎么不记得我给2位派过任务啊？你们可别被人给骗了呀！别以为我不知道，半个月后就是乔氏例行的董事大会，陆明舟想在董事划界选举大会上动手脚，对吗？乔安，你也别怪我们翻脸无情，毕竟商场如战场，没有永远敌人，只有永远利益。乔安呐，你是我们看着长大的，但是陆明舟答应，只要我们帮他坐上乔氏总裁的位置，他就给我们10%的股份。人无为己，天诛地灭呀！乔总，看来您的乔氏马上就要改朝换代了。我早该想到回事了。胡总、秦总，你们是我父亲一手培养起来的老臣，乔氏只有我才能名正言顺的当这个继承人。你们背叛我，想过后果吗？乔安，要不是你姓乔，乔氏还轮得着你一个黄毛丫头做主吗？就是，我们啊都看在老乔总份上才忍你，我们不能眼睁睁看着你毁了乔氏。那你们好好看看这份文件吧，看一看是你们偷税漏税、玩忽职守的罪名先送你们进监狱，还是乔氏先易主？乔安，我们只是一时鬼迷心窍，已经饶了我们吧。小安，都是陆明舟的家伙蛊惑了我们，你放心，以后我一定为你马首是瞻。然后你们这一次可以，但是你们手里的股份必须全部交出来。乔安，想不到你们俩还真有胆子来呀！你们这对奸夫淫妇都好意思来，我有什么不好意思的？表嫂，哦不，你跟明舟哥哥马上就要离婚了，我应该叫你乔安，连个男人都留不住，还真给我们女人丢脸啊！一个我不要的垃圾你都当宝贝，都不嫌恶心？我祝你们俩婊子配狗，天长地久。陆明舟，你刚从监狱放出来没几天。乔安，你就尽情嚣张吧，毕竟等会儿董事会结束，你可就再也不是高高在上的乔总了。是吗？我怎么觉得被扫地出门的另有其人啊？放心，有我在。诸位，总裁之位自古以来就是有能者居之。乔安虽然身为继承人，但他的能力根本就不配坐在这个位置上。这什么情况啊？陆总说的不错，有能力的人才会做总裁。是啊，乔氏未来只能交给你女人。乔安，你待会儿输了，不会不认账吧？陆明舟，
你就这么确定自己已经万无一失了吗？陆明舟，你就这么确定自己已经万无一失了吗？乔安，都这个时候了，你还在故弄玄虚，别以为你傍上了薄禁言就能为所欲为。乔氏可不是他的一言堂。好，那我们拭目以待。诸位，请举手表决吧。乔安，我手里的股份份额超过了51%，你输了。陆明舟，你太心急了，我劝你啊，还是好好看看他们这些人手里到底有多少股份。你什么意思？就在不久前，胡总和秦总已经把他们手里的股份全部转让给了我。陆总，乔总已经知道我们的计划，现在我们手里只有1%的股份了。那又如何？你现在手里的股票不超过51%，照样还有机会。慢着，我已经将手里15%的股份转让给了乔安，现在乔安个人持股57%。陆明舟，你没有翻盘的机会。你别得意的太早，浅水湾项目的机密数据还在我的手里，把我逼急了，我让乔氏直接破产。你说的该不会是这些垃圾？哦，对了，忘了告诉你，一直和你有联系的徐总已经因为不正当竞争的罪名坐牢去了。妈的，你伪造数据诓我，王八蛋，我打死你！当年要不是你冒名顶替，我也不会苦苦等到5年。现在我回来了，你也该消失。你说什么？陆明舟，我正式通知你，法院鉴于你的犯罪行为，已经批准了我的离婚诉求，你就等着身败名裂进监狱吧。你别以为这样我就会认输，反正我现在是孑然一身了。我告诉你们，我什么都不要，只要能拉着你跟薄禁言给我陪葬，就算是死也值了。陆明舟，你的这些算计，要是用在正道上，你早就出人头地了。只可惜你心术不正，这辈子注定与成功无缘。是乔氏先破产，还是你先死无葬身之地？你可以。乔安，明舟哥哥现在还是你的丈夫，你这么对他，你就不会被人戳几两骨吗？那是你们这些罪犯应该担心的事儿。来人，把这2个无关人员给我拖出乔氏。别碰我！我告诉你，我没错，我在乔氏干了这么多年，乔氏就应该是我的。带走！各位，乔氏的毒瘤已经被连根拔除。我宣布，乔氏和博士将就浅水湾的项目进行通力合作。我希望各位心诚团结，共创佳绩。是，乔总放心。博大少，乔氏的事情已经解决了，你请回吧。我刚刚才帮你解决了这么一个大麻烦，你连一句谢谢都没有就想走了。博大少，你说的很对，我们之间确实有些事情需要处理。我要订了一家餐厅，就当给你提供了。我们找个时间跟阿姨坦白吧。这场戏我演够了。乔安，过河拆桥没有你这么拆的吧？这还不是博大少你言传身教的好？你表面上跟我友好合作，私底下找人调查我，还找我当面对质，我过河拆桥不是很合理吗？乔安，我知道我很难，你能不能给我机会，让我好好弥补你？你博大少的道歉我可担不起。乔安，我薄谨言从来没有对一个女人这么低声下气过。我每一次恰到时机的帮你，你看不出来我的心意吗？博姐，你什么意思？乔安，你到底是真傻还是装傻呀？我在跟你告白，你听不出来吗？光天化日，你别耍流氓。还好吧，这才是耍流氓。我们继续。你还是先接吧。我警告你，你最好是给我有臭小子，老妈给你打个电话，你就这态度呀？妈，您又有何吩咐呀？明天有一场宴会，你带着小安一起出席，哎，别迟到啊！不是去参加宴会吗？带我来这种地方干嘛？你现在是我女朋友，第一次在公众场合亮相，当然得硬气点。有道理，那我可得狠狠宰你一顿。
薄太太放心，我什么都没有，就是钱。我倒要看看薄大少带来的 news 是何方神圣的。我叫乔安。这样，乔小姐，你认识我啊？不认识。我们要出席一场晚会，我希望她能够惊艳全场。以乔小姐条件，我能让她美得倾国倾城。走了。这会不会太麻烦了？不会，我对待我的作品一向很认真的。快。这个，好的，走。不错，我的作品啊，简直像是为他量身定制的啊！薄大少，乔小姐呢，是我见过最无懈可击的模特。怎么样，薄大少还满意吗？从来没有像此刻一样兴奋过。薄夫人真是越来越年轻了。是啊，薄夫人，您气色这么好，是不是遇到什么喜事儿啊？是有件喜事，是关于我儿子禁言的，他终于开窍了，把终身大事定下来了。哦，原来是薄大少找到了心仪之人，可喜可贺。同喜。薄夫人，不知道薄大少的心仪之人是哪位千金呀？能让薄大少更烦心的，肯定是倾国倾城的美人吧。那家世门庭啊都不重要，只要我儿子喜欢就好。薄大少，我们现在是不是太高调了？我是博士的家主，你是乔氏的总裁，我们不高调才更不合理。阿姨好。小安，妈，您非要让我们参加今天的宴会，到底是为什么？因为你们俩呀，才是今天宴会的主角，呀。诸位，今天我薄家有件大喜事要宣布，就是我儿子薄敬言和乔安的订婚宴，希望在座的诸位在此能做个见证。什么？订婚？是啊，小安是我薄家认定的儿媳妇，趁今天这个机会，你俩的婚事定下来。你怎么没告诉我今天是订婚宴啊？如果我说我也是刚知道的，你相信吗？赶紧想办法呀！我们只是因为合作才假扮情侣的。阿姨这么做，到时候事情败露怎么办啊？这件事只要你不说，我不说，就没有第三个人知道。你说什么？我的意思是，我喜欢你，乔安，我们假戏真做吧，你愿意给我这个机会吗？乔安，我能请你跳一支开场舞吗？薄敬言，你想清楚了吗？我结过婚，还有一个孩子，你真的要……等宴会结束，我告诉你一个秘密，现在跟我走。薄大少和乔小姐真是郎才女貌，实在般配。是啊，只有乔小姐这样美若天仙的姑娘，才能配得上薄大少爷。是啊，谁能想到昔日江城的活阎王，竟然也坠入红尘了？各位，感谢大家来参加我跟乔安的订婚宴。现在宴会正式开始。慢着，乔安，你还真是耐不住寂寞呀！我说你怎么要死要活的，非要跟我离婚呢？原来是傍上了薄大少这棵大树。你们来干什么？我们当然是来恭喜表嫂啊！你机关算尽，逼着自己丈夫净身出户，原来是为了薄家的财产傍上了薄大少，真是好手段。什么？
既然有这种事情，鲍少可能被乔安给欺骗了吧？我就说乔安怎么这么眼熟？他不就是乔氏总裁吗？没想到乔安看起来这么光鲜，吃相这么下作。你还真是不知悔改。悔改？该后悔的人是你。你当初跟我离婚的时候就应该想到，这辈子你都得背上荡妇这个骂名。陆明舟，你敢在我博士的地盘闹事，你知道什么？薄禁言，我告诉你，我今天来就是要你还有乔安你们所有人跟我一起身败名裂，身败名裂。薄禁言，就算江城没有媒体敢报道又怎么样？我一样可以让你和乔安干的丑事儿公之于众。大家快来看一下呀！这个不守妇道的乔安跟我儿子结了婚就出轨呀，还天天打我骂我，他还说不离婚就把我们全家都送进监狱，丧尽天良啊！是博大少和乔小姐，天哪！博大少竟然插足当小三！我几年当年为了夺权，竟然杀死他亲叔叔，现在乔安又和水性救我，放肆，简直是危言耸听！来人，把这群扰乱会场秩序的人给我轰出去！薄夫人，您何必这么心急呢？好戏还没开始。陆明舟，我本来还想跟你好聚好散，现在看来没这个必要了。把人给我带上来。都定了吗？陆明舟，这三个人很脸熟吧？你当初给乔安下药，买通他们侮辱他的时候，没想到会有今天。你胡说八道！你别以为随随便便拉几个人就可以污蔑我。陆大少，我们把钱还你，救救我们吧！滚开！别把你们身上的脏病传染给我。污蔑？那你怎么知道他们几个有脏病？陆明舟，你这不是不打自招吗？什么不打自招啊？你别乱泼脏水啊！你自己不守妇道，和野男人鬼混，玩得那么花，说不定啊还沾染上了脏病了。薄大少，你可离他远一点，千万不要给沾染上。这也太恶心了吧！明知道自己有病还出来祸害人。阿姨您放心，今天这件事我一定会给您一个交代。陆明舟，你不是要证据吗？我给你。这里是100万。用你们身上的艾滋、梅毒，给我好好伺候乔安。我不仅要他身败名裂，我还要乔氏所有的财产。陆总，您放心啊，这事儿交给咱们哥仨靠谱。竟然这么恶毒，为了算计乔家的财产，白眼狼！就算这些是我做的又怎么样？你别以为这样就可以洗清你人尽可夫的罪名。你5年前生下的小野种，现在总算是可以派上用场了。妈妈，你个外人！不是他，我怕。薄夫人，薄大少看见了吧？这个孽种就是5年前乔安在皇都大酒店跟野男人一夜情生下的。皇都大酒店，姐，那不是，姐，那不是。那又如何？这一切我早就知道了。薄大少，乔安给你戴了这么大一顶绿帽子，你也不嫌脏啊？因为那晚的人是我。5年前我遭人下药，企图将我谋杀，正好遇到了乔安，是他救了我。哎呀，薄禁言啊，薄禁言，想不到你为了挽回颜面，连这种谎话都编得出口啊！薄禁言，你说的是真的吗？我也是前不久才刚得知这个消息的，于是派人去做了我跟浩浩的妻子鉴定，果然，浩浩就是我的亲生骨肉。当年我害怕牵连你，只有匆忙离开去养伤。这5年里，我一直都在找你，本来想等宴会结束再给你打扮，没想到被陆明舟打翻了计划。薄禁言，你个混蛋！对不起，我来迟了。不可能！
一定是你伪造的。陆明舟，当初要不是你假扮身份顶替我，我早就跟乔安在一起了。你入赘乔家，非但不感恩，还企图暗算乔安跟我儿子，你该当何罪？该当何罪？你们想干什么？陆明舟，你们贪得无厌，我已经给过你们机会了，是你们自己不珍惜。余生，你们就在牢里好好反省。乔安，你这个老心纵飞的贱人！把他们给我关进监狱，好好照顾。乔安，你不能这么对我！梁嫂，我知道错了，都怪你我了，求求你放过我梁嫂！小安，出了这样的事，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阿姨，对不起，是我惹您生气了。是很生气，我生气是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你应该早点告诉我呀！在这个世界上，还没有人敢欺负罗家人。对，从现在开始，乔安就是我薄家的儿媳妇，更是我薄家未来的当家主母。阿姨，你都戴上了象征薄家主母的镯子，还叫阿姨呢？妈，你就别理乔安了，一切都顺其自然。是我的奶奶吗？是呀，浩浩。是呀，浩浩，从今天开始你就跟奶奶住一起，好不好？好啊，喜欢奶奶。哎呦，我的乖孙孙哦，奶奶也喜欢浩浩。你们两个的事情自己解决啊，不要跟我的乖孙孙去培养感情了。走了。诸位，今天的事，我不希望从任何人嘴里听到半个字，否则博士不介意让他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你是不是从一开始接近我的时候就知道我是5年前那个人了？乔安，我们5年后的重逢是谁扑倒了谁？你忘了吗？你还提我们是为了逃命？不过，要不是因为你，恐怕我现在已经被陆明舟折磨得不成样子了。都已经过去了，那些伤害过你的人，都会受到惩罚的。哦，对了，之前以合作伙伴之间需要信任试探我的时候，是不是就已经知道5年前的真相了？在那之前还不确定。我抓到了5年前给我下毒的人，他说我当年只有跟我有过肌肤之亲的女人才能压着我体内的毒，而恰巧我们几次相遇，你都救了我。那你娶我，是因为利用我，还是因为喜欢我？你是我的解药，更是我全部的喜欢。乔安和傅大尚刚订婚，现在开发布会，难道是想公布婚讯？这可都是商业合作吧？这可都是商界大佬啊！不管是什么，今天的新闻热度可都有喽！请大家安静一下。大家好，我是乔安，非常感谢大家拨冗前来参加乔氏集团和博士集团就浅水湾项目的合作签约仪式。接下来，我将会为大家介绍项目的基本情况。大少，陆明舟越狱了。陆明舟心机深沉，应该会采取报复措施，安排好人手，守株待兔。我宣布，签约仪式现在开始。博总，乔氏集团诚挚的欢迎您加入浅水湾合作项目。能和小董伸手跟进？是我的公司。乔总，请问你选择博大少合作伙伴，是否是您与他的私人关系？当然不是，博总是一位非常值得信任的合作伙伴。博大少，唐文，你和乔小姐好不沾地。接下来，博士和乔氏会进行深度合作吗？乔安将会是博士的女主人，未来的计划安排还得看乔总的意思。薄禁言，你的未来不会来了，你的未来不会来了。天哪，大家快看，那不是陆明舟吗？他不是进监狱了吗？快！不想死的就给老子滚开！陆明舟，你他妈混蛋，你放开我！不行，救我！小杂种，走！陆明舟，别冲动，你现在反悔还有机会。机会？什么机会？
拜你跟乔安所赐，我已经什么都没有。陆明舟，只要你放了浩浩，你想要什么我都给你。我想要什么都给我，哼！哈哈哈哈哈哈！已经晚了，你毁了我的富豪梦，夺走了我的全部家产，你毁了我的人生，让我变成了一个见不得光的罪人。你们欠我的，拿什么还？嗯？妈咪，浩浩乖，爹地妈咪在，不会有人伤害你的，千万别乱动，好吗？好听话，好乖。你们还真是母子情深啊！这5年，你连碰都不让我碰一下，居然为了他生下了这个小野种。早知道，我从一开始就应该掐死他。对了，这个小野种还是博大少你的骨肉呢，不知道博大少你为了救他，愿意付出多少呢？爹爹好疼！陆明舟，只要你答应放我浩浩，不管你要什么，哪怕是博士，我都可以给你。博士，这可是江城最大的集团，掌控着整个南方的经济命脉。我要是得到博士，还真是很诱惑呀。对，没错，我还可以帮你抹除所有犯罪证据，从此以后，你就再也不用背上罪犯的骂名了。站住！都这个时候了，你还敢跟我耍花招？不见，只要你给我跪下，我就放了这个小杂种，怎么样？我答应你，你别动他。怎么样？告诉爹爹，我没有死他。爹爹，我要保护爹爹。好，真勇敢。但是现在浩浩还太小了，等浩浩长大了，再保护爹爹跟妈咪，好吗？浩浩，你吓死妈咪了。妈咪乖，浩浩是男子汉，有浩浩保护你。不解，你个王八蛋，你他妈的死这！你他妈给我老实点！你他妈给我老实点！拿小孩子做无业筹码，卑鄙无耻！还好博大少身手非凡，不然真被他得逞了。这种人应付死刑，免得不让危害社会。哈哈哈哈！陆明舟，不管是成为富豪的美梦，还是应我儿的要挟而妥协，你的阴谋永远都不会得逞。是吗，伯姐？我告诉你，我什么都不要，我只要你们。死！伯敬爷，伯敬爷，伯敬爷，你答应过要陪我一辈子的，我警告你，你不准有事，听到没有？没关系，现在是时候保你的话。你不准说这种话！你要是敢死，我就带着浩浩改嫁，我还要告诉他，他的亲生父亲就是一个言而无信的混蛋。敬言，敬言。大小姐，我大少他吉人自有天相，不会有事的。是啊，大小姐，我们家大少闯荡江湖这么多年，见过这么多手段，阎王爷是不敢收他的。小安，我把浩浩带来了。阿姨，对不起。傻孩子，这都是金言欠你们母子了，我不会了。这是金言在确认你们母子身后不保管的，原本应该是他在婚礼上亲手交给你们，可是现在，小安，你只希望你对外进。伯敬言，你真是个傻子。妈咪，老师说女孩子哭起来就不好看了，妈咪也要乖乖的哦。妈咪听话，妈咪不哭。那浩浩陪妈咪一块等爹地出来，好吗？后来，小王子不断的走啊走啊，最后终于回到了自己的星球。那朵他亲手种下的玫瑰。妈咪，爹地到底要睡到什么时候啊？爹地现在受了伤，
我们让他多休息一段时间。姐姐，你快醒过来吧！本来想让你带我去游乐场玩呢。求求你，快醒过来好不好？你吓死我！我还以为你再也醒不过来了。我还没有把你娶回家，还没有听你讲我老公，怎么舍得把你给丢下呢？爹爹，你终于醒了，妈咪终于可以不用哭鼻子了。怎么了？是不是扯到伤口了？老婆，儿子还在这呢，这样不好吧？弟弟妈咪要给浩浩生小妹妹呢，浩浩什么都没看见。你看你，多教孩子些什么呀？你干什么？老婆，我已经把全部身家都给你了，你什么时候给我一个明白啊？看你表现了。